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面对特朗普的反电动汽车竞选言论，马斯克依然公开支持特朗普。原因在于特朗普表示政府不会强迫购买电动汽车，而马斯克认为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不需要政府补贴。但电动汽车政治化也阻碍了销量增长和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生产计划。下面这条 CrowdStrike 的更新影响了850万台 Windows 电脑，导致恶意行为者利用钓鱼诈骗牟利。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和 CrowdStrike 首席执行官乔治·库尔茨警告全球企业和个人留意冒充 CrowdStrike 员工的恶意行为者。微软表示，受故障更新影响的 Windows 设备数量不到 1%。接下来这条，在特朗普竞选获胜的预期下，投资者转向美国高收益债券，避免关注通胀敏感因素。这是因为特朗普承诺的低税收和保护主义政策将有利于收益率疲弱的公司和国内制造商，而较高比例的美国高收益借款人不包括金融机构，仅有国内收入。让我们关注社交健身应用 Strava 在融资 1.5 亿美元后面临转折点。随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离职，该公司已任命一位新首席执行官来领导其下一阶段的增长。新任首席执行官计划引入人工智能来打击作弊行为，并扩大 Strava 的用户群。下面这条，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西南航空近期一系列安全事件，包括7月14日一架从俄亥俄州哥伦布出发的波音737 MAX 飞机在坦帕湾上空低空飞行。让我们关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出价提升其在英国百货商店 Selfridges 的持股比例至 50%。这是在该百货商店的联合所有者陷入破产后做出。沙特基金已拥有 Selfridges 地产的 10% 股份，并提议以100万英镑 130万美元的现金价格从西格纳旗下的地产部门手中收购剩余 40% 的股份。接下来，洛杉矶县高等法院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其电脑系统关闭，但用户数据未受影响。攻击开始于星期五，与扰乱全球航空公司医院的 CrowdStrike 软件更新无关。下面这条，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将在下周进一步明朗，届时将公布新的通胀放缓和经济活动减弱的迹象。接下来，厄瓜多尔与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子公司重新谈判了一项协议，以开发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石油区块，到2035年将额外投资9000万美元。新协议允许增加560万桶原油储备。接下来，休斯顿飓风后1周内仍有数千人断电，原因包括公用事业公司缺乏工人和对电力线附近植被管理不足。下一条，英国工党政府将在周一与养老行业巨头会面，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储蓄回报。让我们关注巴菲特指标显示美国股市可能估值过高，该指标为美国总市值与 GDP 之比。2001年，巴菲特表示，如果该比例接近 200%，你就是在玩火。下一条，非盟计划于明年成立一个信贷评级机构，满足非洲主权借款人的独特需求。该机构将独立且专业，旨在降低非洲资本市场的风险，使其能够在国内外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借款。下面这条，网安公司 CrowdStrike 在微软云端软件更新发生全球技术中断后，股价大幅下跌。更新故障导致机场、港口、金融机构和医院等关键全球服务陷入停滞。微软已解决问题根源，但分析师认为 CrowdStrike 的声誉受损，可能会面临压力和竞争对手的挑战。最后一条，英伟达 NVDA 受大科技股下跌影响，股价下跌，投资者偏好小盘股。英伟达将于8月28日公布第2季度财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